假设特斯拉被中国的电动车打败了，苹果在中国大陆卖不动了，中国的 AI 起来了，所以为什么黄仁勋他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觉？这些支撑的美国经济能够养活这么多的美国人，这些公司如果一旦瓦解了，美国还剩下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经济这样发展是错误的。可是中国打的是一个系统战，而且中国的高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情形下的时候，未来10项科技中，美国能领先的不到3项了，7项中国领先了。在未来，美国基本上社会说崩解，也可能就是一夕之间的事情。美国的经济是否大崩盘了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统整，说100万人的失业问题现在在美国发生，还有物价飙涨，更有60%的美国人陷入在贫穷的地狱当中。这些数字都不是空穴来风，等一下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细细看。美国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现在是否自己拆掉自己的金字塔？因为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做了揭露，现在60%美国人陷入在经济地狱里面，他们靠政府补贴，也靠信用卡的卡债过活，连基本的开销，尤其现在碰到高通膨的问题，都快要撑不住了。先来看到几个数字，来自于这些专家说的。桥水基金创办人，我们先来看，他说美国的经济现在依赖的就是这一些1%的高生产力族群，而底层有60%的劳动者都逐渐的被边缘化了。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形成非常强大的经济弱势阶级，而60%的美国人他这样说，有阅读能力只有相当于小学6年级或者是更低，造成美国现在内部生产力停滞跟社会阶级的划分越来越明显了。来自于人力机构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到今年的9月份为止，美国企业已经宣布裁员94万多人了，而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科技业裁员的现象是最为严重的，一共是高达了10万人。而这个也不是一个预言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科技业的亚马逊已经宣布了准备大砍3万名员工，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裁员潮，简直就是一触即发了。更惨的是，确实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要来看到美国现在家庭每年得多支出$1500，包括了他们现在日常要吃的东西，牛肉、水果、日常用品涨幅高达了10%到15%。美国的消费者的信心10月指数也创下了半年来的新低制造业更是连续4个月都是收缩的，美国民众的信心可以说都是已经快要崩溃了。而美国进口商为了要避开这些接下来潜在的关税冲击，他们选择跟中国大陆现在进行提前拉货，赶忙从大陆进口春季的商品，先放在自家的仓库先放着，免得商品会越来越贵了。节目一开始来请焦代老师怎么看了？美国号称世界首富，但是60%的民众现在陷入在贫穷跟负债当中，阶级似乎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样的结构还能继续支撑美国霸权吗？我觉得美国很脆弱，也很危险美国所幸都一直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公司出现，然后这些公司的产值是十分惊人，所以一直依靠的这些新生的科技、新兴的这些公司来养活美国广大的底下的人。你看，在过去有微软。本来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之前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出现经济的危机。微软还有后来的数位经济他们的出现你看它开始改变了美国，解决了美国的财政的问题，美国的经济的问题。然后 Meta 又出来了，脸书出来了，你看它创造多少财富，不管是亚马逊，然后到这个特斯拉，你看到今天都还出现了。英伟达就是辉达这样的一个公司，辉达的现在的产值都已经到它的整个公司的市值都已经到5万亿5兆美元这不得了它一年的产值都已经是至少3400亿以上，有人估计它到5000亿都跑不掉。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台湾一整年的总产值也不过就7600亿美元，美国一家公司可以将近我们的一半国家的总产值。这代表什么？美国依靠的就是这些大公司，这些高科技的大公司，他们在支撑整个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可是我为什么会说他们很脆弱？就是如果这些公司出问题了、出状况了，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特斯拉被中国的电动车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苹果在中国大陆卖不动了。或者是苹果被中国大陆的手机都打败了，
然后它消失了。假设我都用假设了，对。那你想想，假设中国的 AI 起来了，然后回答，所以为什么黄仁勋他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我今天起那么快，我明天可能就下来了。那如果他们一下来，如果这些支撑的美国经济能够养活这么多的美国人，因为他们的贡献的税收非常的高嘛，所以美国的社会福利或是美国的社会补贴，其实依靠的是这一些非常赚非常多钱、经济体非常大的这些公司的税收。那你想，这些公司如果一旦瓦解了，美国还剩下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经济这样发展是错误的，是非常脆弱的。它一直依靠的就是硅谷等这些大头脑他们的创新的东西。可是中国打的是一个系统战，而且中国的高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领先的科技，未来10项科技中，美国能领先的不到3项的，7项中国领先了。所以如果这些美国在未来它都不再有这种独角兽巨大的公司存在的话，美国它基本上社会说崩解，也可能就是一夕之间的事情了。好，所以有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重压，不管是新创产业、科技产业，但是又要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竞争。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确实经济内部也碰到许多的问题。刚刚讲的嘛，制造业萎缩，还有100万人失业。现在还有担心的就是 AI 取代了这些所谓比较低阶层的人力，美国转型会不会反而被掏空？经济会不会面临崩塌？委员又怎么看？都不会。我肯定的说哈，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阶级社会。美国是一个认为强者应该享受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弱者不会有太高的同情。在教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有大学教育人口比重数一数二，大概有劳动人口50%以上受过大学教育，这个比例在中国只有18.5%。可是你如果看到50% 以上受这个大学教育的，对不起啊，那个其中念那个理工科的、技术科目的50% 里面竟然不到5%啊，都是念一些什么服务啊、哩哩扣扣的那中国又不太一样，这18.5大学毕业里面有将近一半的6%比美国还多人念理工科的，这是第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比较。第二个啦，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然后可是美国有全世界最烂的大学，所以他50%念过大学一半以上都烂大学，什么这个什么 community college 之类的东西。那因为中国对大学教育是严格管制，不是你想设就可以设，所以变成中国的大学的素质会比较平均、比较高那这几乎是2种不同社会思考所产生的一种劳动力的生产结果。那再来谈到这个中学以下的教育中国你可以说它强迫教育、义务教育，公民接受教育是公民自己的义务，要把书念好。所以这么一强迫结果即使中国只有小学毕业生，他的算术跟代数的水准远远高于美国中学生。那美国采取一种比较放任的教育那跟东方某小岛很接近你那个不及格也可以毕业就是这种气氛可是大陆不行大陆连那个小学都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变成说中国大陆虽然它大学生的比重比美国小，但在实质上它的劳动阶层的教育水平比美国劳动阶层高，所以这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美国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可以产生最好的精英阶层，可是就经常会形成美国就是一个阶级社会。那因为美国有这些精英阶层存在，那变成美国也不太容易垮有点拖死狗的味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因为教育的这个大众教育很成功，可是它会相对的会创造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失业率会比较高。因为教育程度高，他做那个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所以美国的失业经常都在4%以下，中国的失业率都在5%以上。所以这个2个国家各有它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那另外请教厉将军呢，在谈到这个关税，还有这个高通膨等等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政府正在关门当中
所以说现在的 CPI 指数来讲的话，它没办法统计啊，包括到美国政府机关来讲的话，甚至于商业机关来讲的话，他们不晓得现在最新的数据是什么样。川普这一回要连三霸当总统，如果真的连三霸的话，代表就是要违宪称帝再起了。那另外一方面，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关门到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28天了，是史上次长的一次。造成的是100万人现在呢断粮失业，全球最大的乱源正式成型。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川普现在确实有第3任期的一个梦哦，正式的曝光了。难道他是真的要打破宪法来当终身的总统吗？连川普的军师都证实了，确实正在酝酿第3任的计划哦。这是美国版本的称帝序曲吗？第二件事情，美国一直关门到现在，已经造成了100万人无薪放假哦。最严重的事情是，连航管员都得兼差开启了 Uber，4000万人还领不到粮食补助。根据了解，11月1号正式开始，他们就会完全拿不到任何的补助了。现在民怨都冲天了，川普还说都是民主党的错。第3件事情，大家都没有饭吃了，川普却在这个时候砸下换算新台币92亿元来翻新白宫的东翼哦，说是要让美国更体面。但是美国真的能够再次伟大吗？今天我们都会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川普这一回的亚洲行重头戏川习会还没有登场，我们看到他就已经在想着，他要再做第3届的总统了。他对着受访的记者，当时问到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理论上我可以用副总统身份再度参选，然后呢，总统去做请辞的话，我就可以再来接任总统。但是呢，我认为这样太取巧了，不合适，不考虑这么做。因此呢，他还点名了。包括了说，我还是有接班人的，副总统范斯跟国务卿卢比欧啊，都是我心中的潜在接班人。如果川普真的想要做第3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国会两院必须要有2/3通过修宪，才有可能让他来竞选第3任的总统。但是来自于 BBC 的最新爆料，确实前白宫的首席策略师，也就是这个之前川普的军师哦，班农他就公开说，确实啊，川普第3任的计划现在正在秘密的酝酿当中。真的吗？他要做第3任，他会打破美国的宪法规定，或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达成他的目的地吗？但是问题是，美国人会愿意接受一个终身总统川普吗？大师怎么看？你说川普没有动心，我不相信。川普事实上他是想啊，他不要说第3任了，我想他干终身总统他都很有意愿所以他这个帝王思想很强，而且他这种责无旁贷啊，天下兴亡啊，非我一人莫属啊，这种气概啊，或者这种劣根性是很强的。我们中国老子的学说啊，那个是震惊全世界。然后德国人以前在那个17、18世纪的哲学家，一听到老子讲话，哇，他就是这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老子有一句话，我就想用在这个地方，叫什么？老子说啊，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就是说有人想要干圣人的话，那就有人一定要把他推翻，而且他要做圣人的过程中，一定把很多社会反对他人打成大道。所以呢，川普现在就是当圣人啊。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记者啊一问他，我认为川普那个讲法就露馅，也就是说，哎呀，我可以以副总统，然后呢选上了总统辞职，我就再干第3任。这已经是他下面他叫他的律师团帮他想出来的很多方法之一个，只是说此法不妥。以我这种圣人的话，此道小道而已，不足取也。他还在想别的方法。那你说他是不是可以做到？是可以的。美国这些律师都很厉害他会想很多方法。美国这个国家是律师在那边玩弄出来的一个国家那到时候要怎么玩不知道。可是呢，这个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对美国的历史上一个冲击，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川普的情况就变成这样子他对人民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那美国的老百姓支持他的也是爱之欲其生可是反对他的是恶之欲其死他事实上他一个人就代表美国的分裂，也就变他如果将来他硬要干美国第3任总统的时候，会有一起死忠的人会支持他，
然后一群死要把他拉下来的人也会反对他，这两派人就会干起来了。所以呢，川普这种搞法，把美国搞到个人崇拜，搞到这种君王制啊，事实上他算是美国历史上的始作俑者了。那我看还没有美国有这种总统，他算是真的是破天荒第一位也怀有帝王思想的美国总统。可是呢，他如果真的要选第3届的话，那基本上美国这个社会会先乱。还没有选举的时候，我看美国两派人可能就会拼得你死我活了。所以呢，川普不过川普是这种人他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所以恭喜美国出现了一个那个怀有伟大梦想的帝王思想的总统。好，川普的帝国梦已经造成了美国自己内部很严重的分裂。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确实美国除了内部现在分裂之外，政府的关门已经进入到28天了。上一次呢这么长的记录是35天，所以这算是第2长的一次记录了。好，受影响的有哪一些部分呢？包括了这些联邦公务员超过140万人，其中67万人到现在还在被迫休假，还有另外73万人是无薪的来上班的。再来就是有许多的人因为没有薪水，所以他们现在都是靠着领这些食物补助券4000万的低收入户呢，现在的问题就是11月起恐怕都会领不到了。最后是来看到的是川普把这一些问题全部都归咎于是民主党，他说是民主党这些政敌阻挠预算通过，才会导致政府至今仍然持续瘫痪。上志哥怎么看？民众还撑得下去吗？看来这一次有关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门有可能会破纪录为什么讲？现在已经28天了上次最高纪录35天。因为我们要看现在包括所谓的这个美国国会的部分，针对于包括预算方面，其实还是打死结，并没有开始已经趋向一个具体一致的意见，准备要开门了以上次来看的话，大概前1个礼拜，至少美国国会就集中了，现在还没有，所以看到很麻烦。而以美国联邦政府这件事情关门扩散出去的影响，除了刚刚其实思敏提到了，好多人没有办法上班，然后上班的这些军公教所谓的，他们也都领不到钱。最重要是有太多所谓各州政府跟联邦之间，特别涉及到跟金钱补助的东西都会卡住了。所以我们现在放眼望去，整个美国社会怎么说呢？在基层民生的方方面面，依着这个联邦政府关门，所以非常非常的破碎。那个破碎的部分包括弱势领不到钱，除此之外，联邦各州跟联邦之间的关系现在变得松散乃至于紧张，因为现在包括川普对于几个看不顺眼民主党执政的部分的州，包括他们的本身的州所在地，这个所谓军队随时要派驻，这就使得现在还不是说只是联邦政府关门，是联邦跟各州之间的刚刚又松散又紧张又破碎的总体的行政关系。你说要怎么收拾？虽然不是说不能收拾，但是未来要收拾起来真的很麻烦。而且目前围绕着这一切的大家关系的麻烦点在于，现在很多都诉诸司法。也就是说，不只是川普本身的关税合不合法这个大的事情，包括各州之间在官司，不知道是几百个官司，包括民间团体的，很恐怖所以这里头其实都是万千之结。当然，从川普的霸主来说，他根本不在意，最后还是有官司会帮他去打。但我们来看，为什么会影响这样的问题，就是到底美国社会最近怎么到这样的地步？我认为很大的关键真的是跟川普他的整体的执政团队有很大的关系。众所皆知，都是有钱人，80%以上的他核心的幕僚都是几亿的部分的美金，最穷的大概就是国防部长赫尔塞斯比较穷除此之外他就大概就有几百万美金的身家，其他都上亿的。你知道这些所谓的，包括我们都印象中过去美国的蛋不是很贵的时候吗？所有的川普政府大家都不在意，因为这些亿万富翁谁会在意你蛋涨多少钱啊？所以再加上现在我们看美国的经济本身呢，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从华尔街来看，第一个，政府关门形成的这个美债本身的问题是最大的黑天鹅，随时爆发。除此之外，现在 AI 的泡沫很严重。怎么说呢？现在辉达跟 AMD 大家投资 OpenAI 说我拿到了钱要去跟甲骨文买他们的部分的计算机，然后甲骨文的部分的云计算要回过头来跟辉达买他们的晶片。这个本身的 AI 的循环泡沫真的很严重。哪个地方现在看起来很合理，但哪个地方一卡住，大家后来发现 AI 只花钱不赚钱的
时候，这个泡沫一破的时候，就会使得刚刚前面讲社会政治的问题会连带的更加严重。简单结果来讲是，现在整体我们看整个内阁阁员的状况的问题跟整个结构，这是川普政府所独有的。但这些问题后面会如何汇流资本圈的？联邦政府跟民主党的斗争的，乃至社会这些破碎的问题，即使川普无视这些问题所在，但一旦巨大的汇流，恐怕也不是联邦政府看了之后短期之内能够解决的。好，这个社会政治一直到内部经济的各种问题哦，确实现在美国内部就做了一个最新民调，到底大家还支不支持他呢？我们现在来看到最新的路透社民调，支持川普现在是42%，不支持的人有56%。但是川普有在理这些民调吗？我们来看到我刚刚说这个食物券4000万人从11月开始就会领不到了，但是川普仍然是花大钱哦。这一回呢，他要重建的是拥有120年历史的这个白宫东翼的宴会厅，他把它整个拆掉，然后再重建，要花多少钱？3亿美元，换算新台币大概是92亿哦，要来搞他的宫殿翻修。那面对到民众的这些痛苦，他说：“根本就没有啊，美国现在内部完全没有任何的通膨问题。”这是对内。那对外，他持续的除了打关税战之外，也施压他的盟友要拿钱来投资美国。但是日本的，我们来看到他的是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是为了要讨好川普嘛？他说准备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感觉良好的川普，他会成为全球的乱源吗？干哥怎么看？我不晓得现在美国也出现了晋惠帝，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对不对？啊，惠帝说啊，人民没有饭可以吃，怎么不叫他们吃肉呢？川普现在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他拆除白宫东翼。大家知道白宫东翼是，如果你有去过华府的话，你会知道说东翼其实最主要的，它是给什么？它是给他的幕僚办公用的。而且从1942年。罗斯福当时在战时非常依赖他的第一夫人，所以当时也辟建了第一夫人的办公室。后来这个就到目前为止是80年来成为一个传统。后来川普最近是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我早就想把它给拆了。为什么？因为它又小，然后又不方便，然后看起来又不气派。我觉得白宫东翼本来就是我想要拆除的，而且我现在要盖一个金色宴会厅。金色宴会厅要花多少钱？那你说你好盖宴会厅没有关系嘛？你整修没有关系嘛？一下就要花3亿美金，将近100亿台币。这就有游客那老先生他去白宫第3次，他说：“你吃饱了没有事可以干吗？你怎么会做这个无聊的东西，对不对？”他太太讲得更好笑，他说：“我们已经看到白宫玫瑰园的草坪上面开始铺上地砖了，本来都是草坪嘛，那草坪是一种。”就说美国政府所在一种庄园的那种象征，你铺上了地砖就很奇怪那更奇怪是什么？是东翼现在那个怪手旁边撑起了黄色的大阳伞，你说看起来以后盖好了就变成什么？变成了高级酒店。他说不会啊，这个我跟你讲，我们就是要现代化，因为白宫东翼的这些办公厅舍都不值得保存，可是很多人就认为说它旧归旧。他是不是应该还是要保存它一定的历史价值？就像我刚才讲，罗斯福夫人曾经在那边办公，给予当时战时他多大的信心跟支持，让他打赢了第2次大战。对，所以对于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些文物思想的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不对的。那好，那你现在就花在这个，我们现在讲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他准备是什么？他准备要竞选，就是说。在下2028的总统，对不对？他准备的方法，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他就是说，他会搭档另外一个人一起参选，别人是正的，他是副的。等到一当选，那个正的就辞职换他来当。这种奸诈的诡计，如果真的让他得逞的话，我看美国真的他民主也完蛋，也将要完。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他到时候他一定会想出新的说法，会认为说我这是合法的。所以你要接受它吗？到时候就看美国人民的智慧是怎么样。现在在美国的经济现在拉起警报了，次贷风暴 2.0 是否会重现当时2008年雷曼兄弟的危机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这个消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赶快来看怎么回事。现在在美国的境内已经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包括实际面都是银行倒闭、车贷
爆款，再来就是信贷链全崩。华尔街现在说，这个大咖说呢，已经惊见了更多的蟑螂。美国经济是否面临失控了呢？等一下会请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同样的，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包括了通膨也在狂飙哦。现在美国人民的怒吼：咖啡买不起，牛肉吃不起。咖啡到底涨了多少？4个月来，光是星巴克就已经涨价3个月，美国人民叫苦连天呐。包括接下来还有许多的节日，不管是圣诞节、感恩节等等，美国人民如何去买这些商品呢？在最后，我们来关心的是整体的经济上面来看，会有连锁的骨牌效应，因为有了川普的关税战，还有港口费等等，都让通膨现在在全美全面的失控。赶快来看到具体的例子，这个是最新消息哦，在经济上面的警报，次贷汽车的贷款市场现在直接亮起了红灯。美国2家地区银行的股价，包括了锡安银行跟西联银行，都爆出了崩跌2位数字的一个股价哦，百分比崩跌了2位数字。那么包括了他们的商业抵押贷款也被控诈欺，一次坏账就得吞掉5000万美金。我们来看到这个是银行指数了，暴跌3.6%，这是 KBW 银行指数哦，创下半年来最大的一个跌幅。民间贪婪指数更是直接创了一个新高的数字。整个华尔街气氛其实是相当诡谲的。有人说了，这就像是当时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一样的那一个晚上。这个是来自于层次比较高，在银行方面。如果我们来看到实际民众遭遇了什么事情，还有包括了汽车厂商等等，我们来看到，因为在民间现在车价狂飙，还有薪水又没有涨，再加上美国的利率高哦。影响的就是民众这些低收入的族群被压到喘不过气，于是呢就爆发了这个所谓的次级车贷的危机。不管是次级车贷业者或者汽车零件供应商，在近期双都宣布了倒闭的一个危机，包括了在上个月有一间公司，它直接申请破产哦，他说他手上握有10万笔的贷款，全部一瞬间都变成了坏账，让大家都非常的紧张。这一位是华尔街的大哥哦，这个是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他这样说，他说看到一只蟑螂而已，代表之后还有更多，是不是次贷风暴现在逐渐的成型了呢？现在市场的整体态度我们也来看到，因为在区域银行指数最新呢暴跌了6.3%。根据统计，现在全美74家银行是一天直接蒸发了1000亿美元，高盛也示警了，包括了美国的私募信贷加高收益债等等，规模已经高达5兆美元。如果一旦倒闭，这个会是一个重点的系统性危机。到底怎么回事？聂老师怎么看？难道次贷危机2.0要提前爆发了吗？我先讲一下哈，2022年有一个高通膨，那高利率的提升，因为2022年大家知道，2020年不是有一个很严重的所谓的我们就是我们叫做那个 shutdown， 美国股市 shutdown 4次，然后利息马上降低，后来就产生报复性通膨，然后美国急速的升息利息之后呢，造成了非常多拥有债券的银行的大跌，大家应该有印象，在2022年急速升息的时候，3月开始哦，那到了隔年1年3月10号有个严重挤兑事件在矽谷，叫做 SV 嘛 ，Silver Valley 的 Bank， 矽谷银行倒了。那这一倒下去，全球又跟现在一样喊一定会有次贷就是所谓的系统风险。他们讲次贷风暴，应该讲金融海啸要发生。结果好巧不巧，才一下同时间，这是西岸，东岸又出现 Signature Bank， 就是跟比特币有关银行也倒了，大家更呼声起来了。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当时的次贷风暴，2005到2006，到后来的金融海啸，2007、08到 Lehman Brothers 倒闭的9月15号，以及这个 Merrill Lynch 被 BOE 并去的9月10号，那时候。情况是因为贪溺，所有的投资银行开始去包装，那个真正是让次贷的人全部都去随便的胡乱放贷买房地产。这个所谓的次级房贷，我觉得你要把次级分析，次级叫 subprime， 这个是不是真的次级？有，汽车有可能，因为汽车有的就是像中途迪额，他们也会给次级的人去做贷款哈。那我不管怎么说，也就是这些为了卖车，他有可能在审慎不严格之下去贷的，但这种都属于小众，因为真正的银行其实被把关的蛮紧，尤其经过金融海啸之后。因此，如果你要告诉我次贷风暴是不是又要再产生，我觉得不太可能，系统性风险也不太可能。但是我必须说明，的确美国的这个不管是关税去打出关税产生的通膨，造成很多的人民，他以前要买日本货中国货也被课高关税，一开始很多在 Amazon 卖货的很多就倒了，当他失业了，他
这个又通膨，他生活的确会困难。不过要维持信用的人还是一大堆，不是次贷人。如果今天都是次贷人在银行，就会产生这样的系统风险。那当然，这时候呢，我想补充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因为刚刚大家都讲到，我是不是能讲一下刚才那个 good oil 啊，它叫做地沟油或垃圾油。其实这个油，刚刚几个将军啊，我们都讲到，对不对？它不是一般的食用油，它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讲说那个回收再利用的油，它用去刚刚讲到机械什么的，这个马达的运转，或者甚至飞机的载续航的那个机油有没有？那我相信几位将军都清楚，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低成本的油。那美国真的怪，他自己自埋炸弹。他这个人家不买你大豆，你就不买人家地沟，那个是你需要的，又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 demand， 就是我讲这个 demand electricity price electricity 比较低的。你明明就要买便宜的东西嘛，那你不是让通膨更高吗？所以这个东西啊，我只能说现在金融海啸或者次贷基本上不会有。但是以美国现在的做法，通膨用关税又打，这一次便宜东西也不买，还设价格下限，请问一下，不会通膨吗？你关税已经让鲍威尔都不敢降息了，你现在还要这样子？我告诉你，不久的将来通膨就会起来。我的意思说，中长期这个不会是信用分，是美国本土的未来，他们美国国内里面的金融的一些乱象有可能产生，倒不会是全球的系统风险。好，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那个就像这个2008的这个雷曼兄弟的这个联动债的这个风暴，我认为不会发生。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它的美国的经济状况会看坏。为什么？他要限缩，因为国家负最后的总成，负最后的责任。这些不管是现在加密货币、虚拟货币这种衍生性的商品，那么多的问题层出不穷。又私募信贷，还有这个总借贷，刚才讲了是5兆美元呢，居高不下哎，你怎么样去打消？国家在后面做保证，国家也不容许这些我们讲到的这种次贷风暴爆发。那一爆发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啊，马上进入经济衰退啊，国家可能容许吗？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压力会更大。为什么压力更大？它有3个结构性因素。第一个，美国自己的国债就有37兆美元国债，扛在身上啊，这个包袱甩不掉的。明年的话，2026年到38兆美元，它这个国债太重，让它这个能够要付的这方面的我们讲的弹性的空间，能够承担的风险，还有面对这个冲击的压力降低了，是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我们看美国的通膨，美国的通货膨胀到现在为止今年是2.94%， 2.94%也是高哎。你的通膨越低，那会高了，我可以忍受的空间越大。但是你通膨高哦，你要忍受的话，你可以忍受这个通膨要更高吗？没有，你空间压小了。你通膨高了，你才能够忍受的这一方面的经济上衰退的力量就变弱。还有一个我们讲利率，美国现在利率是4.25%，也是过高。对，你可不可以说那把利率降下来，让大家多活络着？不可以，你降下来之后，股市又炒上去了，但要股市炒上去，又造成贫富差距，社会问题更严重。所以他们每个都是几乎是联动的，所以造成美国政府这方面的压力会面临压力很大，因为他要做一个最大的管控。另外我们来看。今年的股市跟去年2024年12月30号已经涨了3000点，现在道琼工业指数是45920点了，又涨了3000点了，居高了，对，居高让你变成缓冲空间受压缩，对，所以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更谨慎、更小心的去应对。是好，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债啊，还有国债的问题，债台高筑，然后利率跟通膨等等的问题，再加上股市现在其实跟美国实际的经济不是成一个正比的，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底层的民众感觉在生活上越来越困难了，尤其这是联准会主席鲍尔自己说的，他证实了现在美国的就业确实在放缓，而且失业率不断的攀升，加州失业率现在是5.5%，正式进入这个叫做就业的衰退期。刚刚提到了星巴克4个月涨3次，牛肉价格每磅来到6.3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人超气的，他们说呢，我连咖啡都买不起了，你现在跟我谈什么美国梦呢？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港口费到关税战，全部美国人自己都要买单。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还会持续的加剧吗？杨老师怎么看？在9月初的时候，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就公布了8月份美国的就业人口，那来到2.2万，结果呢，就整个造成大家恐慌。为什么？因为市场预期应该是7万到8万，它只有将近1/4的数字。然后，这个川普在上个月，就是上上个月，他还因此在这个之前开除了
劳工统计局，就劳工统计局出来9月份出来的数据，8月份数据是2.2万，哦，可是呢，高盛还批评他，你这个数据有问题，因为中间有36%啊，将近40%的数据用推论而来，那你算这个就业率的数据居然是用推论的，就有一些东西他不敢放进来，一放进来就会出问题。果然到了10月初他没有公布，为什么没公布？因为政府关门，哦，可是政府关门没有问题啊，劳工统计局不公布，有一个美国的人力资源公司，几十年来他也做叫一个报告，所以他们把它叫小非农报告，小非农就业的这个报告，也就一般的就业，结果他的这个数据出来，大家一看到不得了，整个就业人口其实是2年半以来的最低，负成长32%，那不得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不过，其实你可以想象的了，因为现在关税战不明，然后呢，整个美国的经济不明，然后美元的这个价格这个也不明，因此呢，就出现到大家这个股市是跟着川普在不断的喊话。可是另外一方面，雇佣人却不断的在减少，因为大家公司或者雇主不太愿意敢去雇佣新的人。这个时候呢，失业的人口另外一方面呢，却不断的在增加。那他现在用一些这个技巧性的数字，你只要6个月之内有工作1个礼拜就不叫失业。那这个在台湾就完全不得了，那这个失业率一定非常低了。所以你就了解现在它不止数字去用推论的，然后呢，它认定的标准也越来越宽松，才得到一个市场都不能接受的。我讲这一段就让各位了解，美国现在的就业情况非常严重，那当然就影响到整个它的这个经济。讲一些其他都假的。就越来越清楚的数据越来越明确了。对，这是民众实体的经历的事情哦。厉将军又怎么看？鲍尔为什么要依据加州的失业高达5.5%，他就要准备降息了，而且他已经公告了10月份他要降息1次，年底还有可能再降息2次那代表说是美国失业确实是很严重。那主要是从加州跟纽约这2个州的表现，我们就看得出来。加州在美国来讲的话，它的 GDP 高达4.1兆美金。如果将它抽离美国，单独跟全世界来比较的话，它等于全球是第4大的一个经济体。是。那纽约州是第11大的一个经济体。那这2个州通常在美国的经济上面来看的话，他们会将它形容是矿坑里面的金丝雀。如果这2个州出问题，代表说是美国紧接着就是拉警报了那现在纽约这个州，光现在今年的这个份额来讲，就少了21万份的工作少掉了，所以它失业率会这么高。这也就是为什么鲍尔要赶快降息。那目前来讲，美国的 CPI 指数看起来来讲，虽然说还没有大幅的飙升但是那是因为前一阵子，因为这个从川普宣布解放日4月1号开始，很多的进口厂商他赶快的拉货囤储在仓库里面。那这些仓库的货目前来讲的话，还可以应付一阵子。但是如果说这些货都卖完之后，紧接着下来的话，那势必是通货膨胀是在所难免，势必会跑不掉的。尤其是这个川普来讲，在这时候又增加港口费的状况之下，那势必这个火上加温让火上加油，让这个通膨更严重。那尤其是说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嘛这个美国现在会走成这个样，这个妖不就是川普自己本人吗？你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要喝咖啡，特别咖啡最大进口国是从巴西进口，那你自己对巴西征50%的这种高额的关税，那你不是推升自己的消费指数吗？难怪美国现在民众来讲喝不起星巴克，大概他们反而会去喝中国在那边扎根的瑞幸咖啡它属于比较平价的咖啡。就美国人来讲的话，他现在变成说只要求有咖啡因就好，已经不再讲究喝咖啡的仪式感。他们原来很讲究喝咖啡仪式感的，比如说什么品牌啦、什么拿铁啦这个要有这仪式感。现在来讲，他大概只要有咖啡因就可以。那瑞幸咖啡这种低价平价的咖啡，大众化咖啡反而能够打进美国市场。那牛肉也是如此这个巴西的牛肉事实上是美国他们最喜欢吃的牛肉。你知道美国的汉堡里面大部分都是用巴西的牛肉，因为他们是用
草食味的牛肉，所以那个肉汁特别的鲜美。那你对这个也征那么高的关税，那你不是让美国很明显的咖啡也喝不起，牛肉也吃不起？我觉得美国后续来讲的话，这个通膨指数一定还会再再推升了哈。这个从这个联准会主席 FDI 这个鲍尔所讲的这些话，他预期说是这个今年来讲还会降息2次，代表美国的就业状况是非常的糟糕，然后通膨紧接着就会拉升。我想这个美国的经济看衰大概是跑不掉了。中国大陆这一次要打的就是一个持久战，针对这样子的一场关税战，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表面上川普还在嘴硬，但是实际上已经开始频频松口了。我们来这一节要来讨论的就是现在呢，川普他急着对中国释放出一个最新的讯号。我们看到 CG 字卡这个最左边，他原本说呢，对中关税这个中国对他缺乏尊重，所以他要提高到125%。后来4月22号又喊说，中国145%的关税太高，它会大幅下降。最新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他说了，如果说你中国呢愿意开放市场，那么呢我就会来降低关税。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大门，让我们美国人做生意，我就会马上的来调降关税，这是川普的最新说法。那为什么他突然间放软？大家也开始在做解读了，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正在被高通膨给吞噬哦，包括企业都已经非常的惨，那民生哀嚎，连超市都已经空空如也。我们要来看到几家重要的企业，首先第一家来看到沃尔玛，这一回不得不通知中国了，全面的恢复供货，未来呢，我们这些关税就由我们买家自己来承担了。亚马逊也撑不住了，4月中开始，它的1000项产品平均售价会涨幅30%。中国的跨境电商虚印卖到美国的衣服、厨具最高甚至涨幅377%耶。好，还有包括它的家具啊、厨房等玩具等等，涨幅也都超过30%。再来，连药品的价格现在也正式的预告，有可能涨幅超过12%。整体来讲，未来1年，现在专家做了一个整体的统计，就是民生我们一般所要穿的这些衣服啊、鞋子大概涨幅多少？美国人之后买鞋子这个服装的价格可能涨幅65%。鞋子更贵了，要买一双鞋子涨幅87%。那美国的企业现在急着囤货，就是因为现在他们再不赶快囤货的话，接下来他们的架上都会是很空的。专家示警说，未来中国进入到美国的这些货运，在2周可能暴跌35%，接下来冲击就更大了。因为呢，包括了900万的卡车司机的这些运输人口，或者是1900万名的零售业者都会受到冲击。那么再来就是美国的经济会面临下行的风险。我们看到刚刚 CG 一开始我们就讲了，川普现在急着说，要中国赶快降关税，这样我们就会愿意跟你谈，跟你来协商。美国是真的在谈判，还是认输了？委员怎么解读？川普他做生意做那么久，事实上他更不了解经济。他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也不了解美国，这最荒唐的。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这个美国就业人口最多的是服务业。那个什么制造业啦、什么太空啊、军武工，实际上就业人口都很少，最大部分的就业人口有60%以上都在服务业。那服务业里面最大多数一半都是零售业哦，什么运输啦、运货啦，哈，还有商店啦，最多的就是这些人。那你说，如果因为没有货，他这些人干嘛？那什么事也不能做，他就没收入了嘛。从沃尔玛比较大的卖场到一般商店比较小的卖场，如果全部都没货，它这个经济怎么撑得下去？失业率当然会上涨，因为会有无薪假，会有资遣，会有裁员。因为这些零售业大部分都是比较规模比较小的，沃尔玛那种比较大的撑得住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对，那川普就是一个异想天开，为什么他不了解美国？美国的失业率才4%哎，那经济学家。所有的不管哪一个经济学理论或者学派，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失业率不可能低于3%，不管你是谁，绝对不可能低于3%。那你现在还4%，等于是一个没有失业率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制造业要搬回美国去，根本没有人可以帮你做。不要讲那种一般收入不是特别好的行业，收入比较好的行业，像台积电，他在那边找建筑工人找不到啊，要到处挖角啊。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充分就业，没有多余的人力来帮你做这个事。
他现在还要驱逐非法移民，他那边更找不到人嘛。所以一个充分就业的国家，而且还能够每一个人均所得7万块美元，就表示你再去找的都是收入比较低的行业回来，这表示说你也没有人去做这个工作。那他硬要用高关税让制造业回流，他说这样才有安全感，你有病啊！这表示他根本不懂美国，不知道美国现在的状况嘛。如果你今天美国像以前高关税时代，是我有失业率10%，你这样做是合理的，他们真的会搬回去。现在搬任何工厂搬去就找不到人嘛。你能干嘛？不是很好笑？或者叫他们现在人比较高所得来做这个比较低所得的，这个是问题所在。那你现在说我要用什么这个降关税啊，什么汽车降关税？他怕汽车工厂倒闭，因为零组件都散在全世界各国。第二个，中国当然跟你弹性运作嘛，你降几项，我也挑几项来降啊，我配合你，叫做奉陪到底，什么意思？你降关税，我奉陪降关税。你增加关税，我奉陪你降关税，我陪你跳什么拉丁舞，这样可以了吧？就是这种态度嘛。所以中国表现出一个很稳健跟稳定的，就我也不跟你什么呀。跟你这样子是一定要跟你硬杠，对不对？就把你当作喝醉酒的人，我不理你就是了嘛。好，但是你只要不叫嚣，我也不对你叫嚣。你叫嚣，我声浪会比你大，但是我也不过度。你看，中国现在从上到下有没有人骂过川普？没有，所有官员都不理他，不吭声，对啊。导致川普一个人嘴巴碎碎念，像喝醉酒的人，整天讲，哎呀，这习近平打电话给我啊，他们有在沟通啊，我们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啊。我当然知道你根本撑不到5月，好不好？是，所以你最好在5月底以前跟中国达成协议，就比较实际的问题。是，否则这样搞下去哈，你在什么谈判、什么施压哈，都被看破手脚。因为你根本非认输不可。好，所以我们看在这个中美之间都还没有任何的谈判之前，沃尔玛总要继续的经营生意吧，所以呢，就赶快就说了，好吧，那我们就只好自己吃下这个关税吧，由消费者自己买单，然后我们还是要进中国大陆的货。现在大家在解读说，这个去中国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吗？将军怎么看？我们现在看到有关于这个美国的民生的日用品开始已经是这个成倍数的涨价哈。所以我们看到这包括到厨房的抹布都涨到377%。那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哈，可能是很快5月份以后会更再涨一波。为什么呢？大家不要忘记了，在这个川普实施关税之前，其实所有的生意人哈，不管是出口商或进口商，已经感受到这种关税的威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囤货。那时候很大批的货已经拿到大陆卖到美国去，将它囤储起来。现在沃尔玛他们卖的大概是之前囤储的货，那这个囤储的货卖完以后，他怎么办？如果这关税还没有结束来讲的话，他就要硬着头皮再进货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已经高达377%涨价的范围已经这样子了。那以后来讲的话，等到这一批仓库里面的货卖完以后，紧接着就会一定就会再涨价。那我们这边讲关税哈，这个钱到底是当然是美国政府拿去了，那谁出这笔钱呢？这个第一个就是制造商嘛，哈，第二个是进口商嘛，第三个是消费者嘛。你不知道他钱从哪里来。好，那现在出口商来讲，以中国个性啊，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杀头生意有人做，赔本生意没有人做哈。我如果说卖东西出去了，我好歹你要让我赚吧，我不可能去这个做义工做善行，我把东西提供给你，让我这样亏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中国这个制造业来讲，它的这种利润有多少呢？我们经常讲毛3到4哈，这个中国人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薄利多销了。所以卖的东西其实价格不高，你让他说是你要克他关税，他没办法降下来，因为我成本就这么高嘛，我只有13%到14%的利率，你现在扣我一下，你不要说是这个100多%，你扣我10%，我就已经是赔本了。所以说第二个是谁来付这个钱？就是进口商。我要进你的货，我就必须要忍下去。那为什么沃尔玛现在要忍着这个涨价的这种风险吞下去？然后我就是少赚一点哈，不然的话他没有货可以卖，他公司就倒闭。第三个来承担这种关税的人就是消费者。对，那为什么消费者？就是你看现在来讲，很多都是日常生活用品，纸尿裤你要用吧，对不对？不管是成人或婴儿的尿片你要用吧，厨房抹布你要用吧，你不能没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这种关税政策弄到最后哈，其实真的受害者是美国自己的消费者，还有
他们的进口商会是最明显的这个关税的受害者。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内部都已经民生消费都已经辛苦成这样了，这时候还是有人继续的挺川普到底。除了他的内阁挺川普到底，我们来看到这一位，据说是这个川普的这个金主啦，他是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的经理人艾克曼，他回呛北京，你赶快吧，你再不赶快出招达成协议的话，你就会撑不住关税战了。因为接下来企业对于你中国大陆的市场会缺乏信心，会大量的流失。那这些供应链他就说了会流到哪一些国家？他说会到印度、到越南、到墨西哥，甚至是美国本土。真的是这样子吗？美国供应链真的能够成功的，希望能够移转回来吗？供应链我们说都已经转了数十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世界现在看起来还是绕不开中国大陆？让杨老师怎么看？川普用的财经内阁，还有他所谓真正的好朋友，花钱参加他的参会，然后不断的出现在白宫跟他的海湖山庄，被他在电视面前说他这一次股票赚了25亿、6亿等等之类的，通通都是基金操盘人，没有例外，没有一个制造业的老板，没有一个科技业的老板，除了马斯克。那马斯克根本没有进入到他的关税政策的决策圈里面，所以这些人呢是玩金钱游戏的。这些人像这位也是犹太人 ，Bill Ackman。那所以金钱游戏，你这种对冲的做法就不一定跟正常的商业逻辑，或者是制造业、科技业的逻辑，或者是贸易的逻辑是一致的。但他有的时候讲话是有他的政治目的，是有他的商业目的。他讲3点，他第一点说，如果高关税，企业会失去对中国的信心。第二点，他说持久关税会损害中国的信誉。那第3点，他说时间是美国的朋友，中国的敌人。对不起，你把那个中国、美国倒置一下，不就是所有现在媒体都在讲的事情吗？对，他跟所有的媒体倒过来讲。对，所以他要不然就是帮川普在那边就是喊话，对，他要不然其实就是有他的可能跟川普之间的朋友关系的目的，或者是他自己商业上的目的。然后呢，他终于讲了一个实话，他说希望川普能够把跟中美之间的关系维持到10%到20%。对不起，10%到20%，那之前整个关税，川普1.0到拜登就是10%到20%，而打了7年呢。所以你现在回到那个过去吗？还是说往上再加10%到20%？这种我们就不知道了。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他特别说这个 iPhone 通通会移到印度跟越南，完全泄底，对不对 ？iPhone 在之前就移一部分的产线到越南跟印度去，尤其是要卖到美国去的。结果在印度做的呢，出问题，对，不得不又回到了郑州、鸿海的 iPhone 厂去。特别是在疫情之后，那你现在高关税又来了，你再回去，你又做得出来原来在印度、在越南的问题能够解决吗？事实上，供应链变长，成本就变贵，成本因为供应链变长，成本变贵，再加上关税，成本更贵，那你没得玩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他讲话的背景，看他讲话的内容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反而看证明他们其实自己心慌了。